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没错，看到这两个是野兽人的英雄单位巨角公牛。那他们主要就是重甲、反大，然后还有破甲伤害。然后它的破甲伤害占比还不错，有超过50%。那这边呢，还有一些比较普通的能力，不过这一只已经算是蛮贵、比较贵的英雄啊，在这个野兽人这个阵营里面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今天使用的是这一个大狮教萨满野兽系的。那想当然了，我没有再带那3招了，每次都看到那3招会腻吧？这次带一下不一样的，坚硬毛皮。然后安拉海尔的诅咒，还有狂野形态，主要就是强化我方的，还有弱化敌方的法术。每次都带那3个，我相信应该也看腻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正前方这3队步兵是大角兽群，然后这边还有一队是精英版本的。精英版本的比较特别，它变成了长戟兵，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。不过虽然说变长戟兵，但是它的伤害也是不差，它这边的那个武器威力其实也不差。那后面呢，带了4队的猎角兽突袭者、弓箭手，不要再挑了，野兽人没什么弓箭手可以选的。它的好处大概就是速度不会太差，差不多吧。野兽人的速度都还算是可以。然后这边呢，野外放了一队人马角兽飞斧版本，那这边飞斧是带有破甲伤害的，而且破甲占比这边看一下是超过1半，所以算很不错。不过骑马的骑兵嘛，通常来讲模组数量都不会太多。这边只有30个模组，那这边呢还有两侧放的是人马角兽重型武器版本，那主要就是用来击杀、斩杀对方的后排啊，像是弓箭手这种单位，或者是炮兵等等的。因为它本身是带有重型武器，有破甲伤害，人家破甲伤害占比也不错，所以如果真的要去打对方单体巨兽，硬打勉强也可以，很勉强，真的很勉强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对方阵营歼旗这边。首先呢，先看到领主是歼旗先驱哦。那骑乘飞盘有着卓越的移动能力，带的就是歼旗粉焰、歼旗蓝焰，还有歼旗火风暴这3招，很不错的输出招式。那这边呢，还有最前面这边是歼旗掠夺者袭手，它就是骑马的弓箭手这种定位。不过它的比较特别，它的是比较高贵的魔法攻击以及火焰攻击，然后再加上它还有带次元魔焰，就是会遇到火焰伤害会更容易受到更多伤害，就对了，而且护甲强度减10，其实这次来讲的话，输出也不会太差，说资源也是可以，就蛮讨人厌的来讲。那左右两边呢，放的是歼旗混沌战车，比较便宜的机动型部队，而且它可以很适合去抓对方的后排。那我们看一下正面步兵的组合哦，这边2队歼旗掠夺者，一队非常可怕的这个神选长戟精英版本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血量是有4500护甲，能量护盾是500，然后目前在种种的加持值底下，武器威力现在是高达99，它是属于步兵哦。以步兵单位来讲，99这数字算是非常的恐怖的。人家护甲是120，非常硬的重甲单位。好，那我们后面呢放了2队的歼旗粉妖啊。这边还有一队掠夺者，那最后呢，这边是放一个灵魔者，算是远程单位啊，250，
歼旗已经没有更远的东西啦，不要再嫌弃了。他没有炮兵那一种300、400的东西啊，没办法，这个就是歼旗啊。不过它也是带魔法攻击哦，它近战武器威力也是带着破甲伤害，而且它的近战武器威力其实也不差。坦白讲，这一支是要打近要打远都可以。真的要讲话，就是弹药量15发，稍微少一点，这算有点可惜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带一队混沌怒魔，这个话主要就是干扰型单位，抓对方弓箭手，主要就是弓箭手这种后排单位为主。请不要投放到前排，或者是请不要太早切入战线，这种东西太早不行，太晚其实他能做的事情也不多，真的要抓好时机。那能抓的单位主要就是以弓箭手为主啦，或者是对方的领主法师，就是像我这一种常常是在旁边施展法术那一种，偷打他几下也是可以的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进入战斗了。那刚开始呢，对方的掠夺者先往前冲了，还有领主这两个机动性很强单位先往前冲。好，这边放了一个本焰，但是没放到，这个魔法放空了。然后他在上面持续不断的攻击哦，他们看一下，攻击的是英雄单位，这时候想办法先拉走，毕竟英雄单位比较昂贵啊，不可以被他打。然后对方的单体巨兽现在正在点我方的大角兽，这个大角兽群精英版本被打乱七八糟，先往后退。然后这边呢，对方的领主没有在操作感觉哦，他是直接在上面直接硬打。然后我方把所有的远程单位全部集合在对方领主身上，这个等一下就应该就直接消失了。那旁边呢，这边我方在使用这个人马角兽重型武器版本，想要抓对方的掠夺者，对方的掠夺者起手。好，对方这个其实是可以抓下，但是对方的单体巨兽又在不断的攻击哦。那现在其实没有黏住，这样算起来其实没有黏住。他现在使用木魔来看看能不能就是解套。但是似乎不行，然后木魔自己损射几个魔术，然后对方的领主扔发了，啊，这边刚刚又追到几下，刚刚又被弓箭手打了几下，所以其实对方的这个歼旗掠夺者起手就已经算是蒸发没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对方还有歼旗本妖，本妖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单位哦，你相信他输出下来其实会非常可怕。这边战车开始要开撞喽，不过他现在撞到的是长体兵哦，撞到长体兵很快就会被戳烂了。然后对方的遗弃者冲了上来，还有那个神选者也冲了上来，正面这边基本上现在是大乱斗。好，对方我们看一下对方后排这边本妖跟重型武器互撞哦，人马角兽重型武器板直接撞过去。感觉损失没有多少血，因为他刚刚护盾是满的。不过现在在打的话应该会很快哦，这个他应该会直接会死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领夺者又不断的在输出，哇，他在打，看起来是在抓英雄啊，这个很痛的。这边让我比较意外的是，竟然本妖打赢了。不过其实刚刚的马角兽血量其实也所剩无几。我们看一下。他打赢过后，立刻反过来帮忙另外一边的弓箭手，这就是所说的弓箭手为什么要分两边站，要尽量分开一点，这样子对方骑兵在抓的时候一次抓一队，你另外一队还可以支援射击。好，你看这边他又个回身，我方这边刚跑回去跑走，但是被刺个几下又没了。好，这边又在回能量护盾哦，那这个非常的可怕。他们现在就开始攻击主战场这边的单位啊，大角兽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巨角公牛直接去抓对方的单体巨兽。巨角公牛它本身是反大的英雄，所以跟他打其实应该问题不大。只要对方的
那个粉雕没有粘上来就好。我们看一下后面这边，我方弓箭手不是没做事，我方弓箭手其实刚刚一直是被战车在攻击，被不断的拉打，然后还有在透过人马角兽飞斧做支援，所以导致我方后排刚刚都没办法去支援前线。那现在好不容易解决掉对方的2个战车，现在再重新回到主战场。刚是投注太多的心力在后排，导致我方就是正前方其实会比较没有输出啊。毕竟大角兽这些其实也是帮忙扛伤害，主要还是要靠后面这些弓箭手单位。4队弓箭手的输出其实很可观。好的，现在其实我方4队弓箭手都还健在，这样子不断输出下来，对方会非常难过。大角兽我现在是拉了一队出来，打算要用包夹方式的，因为刚刚其实没有在操作啦。正面其实刚刚3队黏在一起，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，应该让2队去黏1队去绕后面，要这样子去会比较好。那现在其实夹也不用太夹下去了，因为对方其实正面部队也是所剩无几的。然后现在是2个英雄刚刚在击杀这个斩杀这一只单体之手，2只打他，其实他应该是非常快就结束。对方其实现在后面的后排部队都差不多了，因为本妖其实刚会打赢是那个我方的骑兵单位血量所剩无几，然后去跟他打。虽然说没有打赢他，但是至少也成功让他们这2队哑火一段时间。这也算是有点作为啊，毕竟前面刚开始还没交战的时候就已经先被射了几发，被射了几轮，所以导致血量真的不是很多。不过对方领主基本上就是拿来送的啊。那还有这个歼旗骑手，其实前面冲太快，但是他后面有在做拉扯，就是导致让我方部队其实有点混乱。因为他有时候往前，有时候往后，我那个会非常纠结，我到底是要深追还是要拉出来，重新去摆阵型。这个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常常会遇到这种问题，就是对方的像那种部队有时候在拉扯的时候，就是我会猜不到他到底在想什么，然后导致其实让对方弓箭手会常常会有时间去输出。因为你往前冲的话，其实怎么讲，有时候会追不到这个单位，然后对方可能会跟后面的反大部队去做交换，你这样他只要去后面去穿过来，那你前面部队其实追不到，然后反而导致自己会损失很多。但是你不冲他，像这种骑马的弓箭手，你不冲他就可以慢慢的去玩弄你，在你没有炮兵的状况下的话，这一种单位就在刚开始会变得很讨人厌。你要去跟他做拉扯，对方有速度优势，然后人家还有攻击距离优势，整个打起来，我会觉得在没炮兵的状况下的话，就比较我会觉得蛮烦躁。坦白讲，虽然说我方也有这个单位，但是自己使用的时候常常不会觉得烦躁，但是对方使用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烦躁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方今天影片所有内容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